人飞行器，这是我们印象中的飞行器，一只手就能拿起来。这是一航 216S 自动驾驶飞行器，体积差不多也得有老年人开的代步车那么大。关键周围还有一圈扇叶子，半个扇叶子有我一条胳膊长，很酷。主要的作用是方便交通。在北京，你上下班开车堵车，地铁也是人挤人，开个飞行器不堵车也不排队，地儿就这么大地儿，天多大啊！你想咋飞咋飞。我有一个疑问，开这玩意儿上班，我停哪儿？我不能和汽车停一块吧？这么大的扇叶子直接把别人车顶炫没了。一航的工作人员跟我说，以后随着社会发展，像北上广深这种超一线城市 CBD 也多，很可能每一个高楼的楼顶都建一个飞机停车场。而且现在的政策逐步允许这种大的飞行器低空飞行，所以不用担心没地方停。我还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安全，因为现在车祸都很多，这个飞机你整不好直接人就没了，这点其实也不用担心。大家看这个飞行器的名字叫自动驾驶飞行器，它压根儿就不允许你随便开，在程序中输入目的地，人工智能帮你开，所以说理论上安全性要比汽车高。太前沿了，闭上眼想一下，未来大马路上到处都是漫天飞行的飞行器，太未来了，很炫酷的飞行器，价格是219万。太阳能滑板车，蜗牛智行推出的太阳能滑板车，这个太新鲜了，终生不用充电。普通的电动车浪费电费其实是小事，关键是每次充电需要把电池拎出来，比较费劲，而且你在家充还有安全隐患。太阳能滑板车就不会。这时我又有疑问了，这款滑板车和普通电动车相比，动力会不会弱？续航会不会不够用？我现场采访了蜗牛智行的董事长丁伯明丁总，看看他对这款产品的一些看法和具体介绍。这两款是我们现在全球推出首发的纯太阳能的电动滑板车。那么纯太阳能的电动滑板车呢，也就是说它不再需要市电给它充电，纯靠太阳能给它充电。我们这款车的续航是大概在实测在35公里左右，那么基本上满足了人们短途出行的需求。那么滑板车这个产品呢，在欧洲和美国都非常流行，他们基本上通过滑板车去解决短途出行。那么目前在整个欧洲做共享的也非常多。对于共享公司的一些痛点是什么呢？整个运维成本非常高，因为传统的滑板车是要干嘛呢？通过两种方式去充电。第一，要把整车拿回去进行充电；第二，要么进行换电，把电池拿出来进行换电，而且电池非常重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完全解决了它的充电的问题，给它极大的降低了它的运维成本，这是第一点。所以我们提的口号叫零碳出行地造者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安全。对于我们现在骑行的工具上面来讲，有很大的一块是安全问题。每年我们中国关于电动车充电起火的事故大概有1.8万起，所以在国外电动车的充电事故也会很多，滑板车的充电事故。那么对于太阳能的充电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它是通过涓流去充电，所以涓流充电是低压充电，它永远不会有着火的风险。那么目前我们在海外的售价呢，基本上这一款大概差不多在$800左右。然后我们到今年的年底，我们大概会推7到8款的电动滑板车，那么也会推出单杆的、折叠的、可以放后备箱的纯太阳能的电动滑板车，敬请期待。采访后让我意识到，其实太阳能滑板车技术层面上是没毛病，因为已经被开发出来了。那么它的不用充电的低碳环保的属性，一定是未来骑行车的发展趋势。双足平衡机器人，本墨科技的刑天机器人，之前我在 CCTV4 的节目上看过，现在终于见到实体的了。再往前走，大家看到在我的身边是3台非常有趣的小型机器人，它们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叫小恐龙。那可以看到它们现在正在为大家表演一段非常精彩的舞蹈。它也是全球首款直驱型双轮组机器人，能左右摇摆，很灵活，有匍匐和站立两种模式。匍匐模式下能载具甚至带人，最高称重200公斤；站立模式下能左右摇摆，会走太空步，很灵活。那它有什么用？我采访了本墨科技的工作人员，听听他的讲解。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款机器人有什么作用吗？它在我们实地的话，就是它可以陪伴我们，然后也可以购物，然后它也就是说可以帮我们载重拉东西。
析，然后它也可以做一些视觉类，然后也可以数据采集。本墨科技的工作人员还告诉我，他们6月初左右举办新一代的机器人发布会。新款的机器人相比刑天要更加人性化，能够切实的帮助人们的生活。具体是怎么帮助的，他也不告诉我。总之还是比较期待的。Nazi Phone 是国外比较火，但在国内很少有人知道的手机型号，因为他们在去年7月才发布第一款产品 Nazi Phone。最大的亮点之处就是机身背部的透明设计，并且灯带部分还会亮。其他配置方面和目前安卓的终端机相似，骁龙778G 处理器，4500毫安时电池，系统用着还可以，边框要比魅族20的更宽。Nazi Phone 作为初入手机行业的第一款产品来说，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期待以后会有更惊艳的产品。这个展会还有非常多好玩新鲜的产品，这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就像我视频开头说的一样，在国内外其实存在了不少技术和产品很棒，但是不怎么被人关注或者刚刚起步的产品，他们需要得到我们用户的关注，也渴望被我们所认可。不管怎样，这些能够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产品被大众认可只是时间问题，终究会找到属于他们的一片天。我是小杜，咱们下期再见。